这孩子身形有异，即便生下来，也不能活长久。您不要太伤怀了。王亲，你安排下去，告诉所有的人，玫瑰人不幸生下的是个死胎，立刻葬了去。此事不得再有他人知晓。至于已经知道的，除了本宫、皇上和贤妃，就只有你王亲和齐太医了。奴才不敢外泄。皇上，是玫瑰人无福，为您绵延子嗣，还请皇上节哀。但愿玫瑰人有幸，日后还能为皇家再续香火。皇后，你和贤妃去看看玫瑰人，朕累了。是。皇上操劳了一夜，是该休息了。此地有臣妾和贤妃照料，请皇上放心。是请皇上安心，皇后娘娘和臣妾一定会好好安慰玫瑰人的。小阿哥，你赶紧找个好人家投胎吧，千万别！王公公这慌慌张张的是干什么啊？慧珠儿，这是什么？皇上让我……这是玫瑰人的小阿哥，刚出生就咽气儿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玫瑰人，他没有这个福分。慧珠儿，您今晚上要是看见了什么，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，可千万不敢声张啊！本宫声张什么？是，那奴才替皇上办差去了，奴才告退。娘娘。王公公刚刚抱着那孩子，玫瑰人的孩子没了。永和宫自然一片哀戚，咱们先回宫吧。回宫吧，没了也好，一了百了。你们谁把我的孩子抱走了？还给我！身体要紧，别太伤心了。皇后娘娘，他们勒拦着臣妾，不让臣妾见自己的孩子。皇后娘娘，孩子怎么了？玫瑰人，你要节哀啊！孩子生下来就没了。皇上已经吩咐安葬了。不可能！出生的时候我还听见他在哭呢。你确实没听错，孩子生下来是哭了2声，可是实在是天生体弱，很快便没了气息。其他医师想救，也来不及啊！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么快就安葬了？我连他的面都没见呢！玫瑰人，皇上也是担心你见了孩子过于伤心。你们当时都在玫瑰人身边，你们告诉玫瑰人，是不是如此？是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还请玫瑰人节哀。
玫瑰人，请安华殿的师傅诵经超度吧，可以让孩子早登极乐。皇后娘娘，你好歹告诉臣妾，他是男是女？是个小阿哥，你不要太伤心了。贤妃说的对，是要请安华殿的师傅诵经超度。你们也仔细听好了，这些日子，玫瑰人要补养身子，不宜走动见风，不许任何人来打扰玫瑰人休养。是。生下来就是个死胎。是，皇上忌讳得很，这个玫瑰人真是没福啊！的确是没福。要是早产也就罢了，偏偏还白辛苦了一场。皇帝怎么说？皇上什么也没说，倒是皇后娘娘吩咐了，永和宫不许外人进入，让玫瑰人免了惊扰，可以安心休养。皇后这样处理也妥善。明儿把皇帝请来。是。皇帝，谢皇娘。皇帝的精神不大好，一闭眼，总是想起那孩子，就惊醒了。哀家已经吩咐了安华殿，好好超度，让孩子安心上路。谢皇娘。你刚登基就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也的确不吉利。可玫瑰人也可怜，听说连孩子都没看上一眼。如今这空月子还得做好，日后还可以为皇家诞育子嗣。皇娘有心关照玫瑰人，儿子谢过。可这个时候，儿子无心再想其他。玫瑰人的事情，哀家想问问你的意思，是否要查一查？这生产之事，就犹如在鬼门关转了一圈，而且玫瑰人的身孕，一直都有皇后还有太医们的悉心照料，并无差错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不要再扰乱人心了。也好，事儿总会过去的。皇帝，打起精神来，孩子总会再有的。哎，这个丝字好，不错呀，这个也好，笔触也越发有鼓励了。这二哥才多大呀？这一手字就写得有模有样的。小儿家乱写写罢了，难得这字写的还算端正，写的确实好。您看，二阿哥是皇后娘娘所生，所以自然天资聪慧，福泽深厚，不像有些人就是骄奢享福太过，才折了孩子的阳寿。事儿都过去了，不许再胡说。是。再者，玫瑰人如今只是调养身子，等身子好了，孩子还是能再有的。可不是嘛，咱们皇上温柔多情的，保不齐玫瑰人哪日再复宠，就又怀上了呢。宜贵人，你怎么不吃点儿？本宫瞧着你最近脸色也一直不大好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妾这几日总觉得身子不适，连着几天夜里发虚汗，总也睡不好。一个人怎么突然身娇体弱起来了？上次也说身子难受，难不成还没好吗？贵妃和嘉贵人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宜贵人，你留下。赵姨太，去请太医来给宜贵人瞧瞧。这。嫔妾告退。
快坐吧。你快给本宫说说，到底哪儿还不舒服？主儿，该喝药了。瑟言，你看，穿上这件是不是更像小皇子了？主儿，您再哭，就伤着自个儿眼睛了。我哭与不哭，又有谁在意啊？这都半个月过去了，皇上没来，旁人也都没来一个。我是要被困在这永和宫了。等您身子好了，自然就能出去了啊。皇上怕是嫌弃我了。素云，要不咱求求主子？主，您出不去，奴婢也是啊。与其等主子，要不咱们自个儿想想法子。自个儿想法子。这外头的雪下个没完呢，算着日子，玫瑰人也该出月子了，可皇后一直不让她出永和宫。遇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落井下石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。不过，与其出来看人脸色，倒不如待在自己宫里清静些。也是。可皇上一直冷落着她，怪可怜的。有受宠的一日，必有失宠的一天。就算是想花红百日，哪里经得起这雪雨风霜啊？想通了，便好了。